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共2年会倒闭啊？为什么傻逼习近平没办法就继续连任呢？这能起到致命一击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你要把我以前讲的那么乱七八糟东西一大堆讲过去，告知中共没有几年蹦的了，可能大家都没有耐心去听，没有讲。所以今天最核心的主题，就给大家讲一个致命一击，就是为什么中共的独裁体制会在2026年、2027年这2年倒掉，很快就会完蛋，就这么一个小机会，好吧？大家好好想一想，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当然你研究历史的就更好了。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所有曾经的统治者，不是没钱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长期的统治者，在政治昏庸、经济衰退、军事羸弱、内乱不休、朝中无人、外交绵软各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还有很多王朝能够维持统治的原因是什么？而反之，政治开明、经济强大、军事强硬，没有内战，一样没办法维持王朝长期进行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有比较清晰文字历史记载，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看一下，比如说黄巢起义，李自成政权为什么建立了，进了北京还会很快失败？很快。为什么太平天国都可以走很远？为什么清朝面临八国联军入侵、太平天国等等一系列乱事那么多诸侯还可以维持很长年，几十年？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刚带着全国的军队打赢了抗战、2次大战，干掉了日本，结果3年就被中共打败了？为什么？再深一点，原因都是一个原因这么致命一刀。为什么历朝的王朝统治者都特别害怕有宗教背景的起义？为什么历朝王台统治者都特别害怕有大量民族背景、民族群体依靠的起义？为什么一个叫朱元璋的这么一个没有就底层来的，靠着明教宗教的背景、明教的支持，可以安稳的当皇帝？所以为什么我就要看历史看事实？很简单，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者，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最关键的因素不依赖经济，不依赖政治，不依赖武力，不依赖勾心斗角，不依赖外部势力，而依赖对于他统治所有民众一个问题的答案。问题就是你凭什么能成为皇帝？你凭什么能成为独裁统治者？这个答案就是这个民众认为统治者叙事能当统治者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认可程度。掌握了王权，都说天子，皇权天授，天的孩子，那就是叙事的合理性、合法性。你民营企业你造反你老百姓民众造反，你不是皇权天授，你的造反合法性就质疑。秦国能够做大，很重要原因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马上的，很重要是因为它得到了周天子的纷纷跟赏赐。秦国具备了未来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叙事合法性。大量农民起义无法成功，就是农民起义的带领者缺乏能够说服广大民众执政的合法性。所以黄巢可以占领首都，但他讲不清楚他凭什么可以成为天子统治天下，所以他手下的朱温都会快速成为推翻他统治的核心力量。而5代10国的短命，就是没有任何国家的天子能够让民众确认他具备成为天子的合法性、合理性，所以全是短命王朝。怕宗教势力的可怕，是因为宗教的信徒天然就认为宗教的教主具备成为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怕少数民族，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群体天然就认为民族领袖具备成为天子的合理性、合法性。
所以就像内部组织结构极其混乱的太平天国，但因为洪秀全在宗教拜上帝教里面做了充分的教义，而且不断验证自己是耶稣的弟弟，所以这么烂的组织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上百万人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具备了成为天子的合理性合法性。满清后期八国联军、太平天国等等动乱，但是已经饥寒交迫的广大民众在内心深处没有质疑过满清的皇帝皇权天授是国家统治者合理性合法性。由于没有质疑统治的集团的合理合法性，这才是满清后期能历经无数劫难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的原因。而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塑造自己成为国家统治者必然具备的合理性合法性，他只是真实努力靠行为带领中华民族军队抗击了侵略者，他只有这么一个作为，但是他就忽略了这个概念。老祖宗说的什么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本质含义都是这个，你得让整个广大群体认为你具有成为独裁统治者或者核心统治者的合理性合法性。反观毛泽东，早早就把自己塑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领导的中共靠他一系列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土地的发展每一个阶段，本质上都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宗教系统。这个宗教系统，宗教的老大就是毛泽东。这个宗教厉害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当时在中华民国的广大国民心目中、民众中，甚至在国民党内部的很多人心目中，都因为毛泽东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信仰共产主义宗教体系的老大，可以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时候这个概念就是信我者得永生，类似这种状态思想中，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也具备了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合理性合法性，这一点比蒋介石做得好的太多了，所以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很快打败国民党的部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者。而且毛泽东在建国之后还不断依赖这种宗教性引导的叙事合理性合法性，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从开始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死了数千万人，但跟满清末年一样，由于没有广大民众质疑毛泽东成为中共独裁者的合理性合法性，他就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他发起的所有的运动都是人民群众代表发起的，再多的问题都不影响毛泽东在这块土地上的独裁权利。这是华夏这块土地几千年形成的底层文化基础。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就没有这样的人了不管是胡耀邦还是邓小平，所以那个时期很艰辛，包括陈云。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死亡，中共在那段时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对于成为这个国家独裁统治者合理性合法性的叙事，这才是后来1989年出现国家乱局的关键因素。由于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在大家的群众中丧失，所以甚至包括一部分军队内部的人，就别提民众中的，包括党内大量人员都积极参加了那一次的乱局，造反，造共产党的反。如果中共不能在土地上继续找到其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即使军队镇压了那一次，未来也很快在无数次的类似活动中倒掉。幸好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所以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最终让人民发现中共真的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于是就改成了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个理由就成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合法性才在毛泽东死后得到了延续。而此后将
胡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都用这个延续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来作为能够形成独裁执政统治的叙事基础，也确实让人民真过成了好日子，所以中共的政权稳定性就稳定了，没有丧失。不过从2020年左右开始，伴随房地产的衰退，中共国经济出现了要快速坍塌的局面。所以2022年的换届选举中，意识到经济已经做不了的傻逼习近平，这是聪明，做不了了经济，就用更宏大的政治叙事，统一中国、解放台湾，来作为其能够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叙事来源。统一台湾，台湾回归，这个叙事的效力虽然是体感比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差，但是在那种兴奋上感觉上还是能激起很多人那种心态的。民族复兴、国家复兴，算是一种民众认可的叙事情节。只不过伴随第3任任期5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傻逼习近平发布的叙事目标完全没有达到。所以中共现在为什么倒闭的危局像89年那时候类似什么？中共已经没有任何成为这个国家统治政党叙事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条件了，没有了。解放前有打败的国民党，解放后有毛泽东所有的活动，但现在没有了。而且伴随目前中共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国际关系各方面的快速下滑，这种没有叙事合法性的情况正在急剧的发酵。为什么中共现在还没有崩塌？我跟大家讲，不是什么政治经济还没到位，很多人都不懂。我告诉大家，就一个原因，没有合适的竞争者出现。不开玩笑，我就一个人，如果能够提出一套治国理念，也就是一整套的按照合理的治理国家的条件以及组织构架建立的新的这块土地上执政党条件，然后明确自己和相关团队可以成为这块土地未来国家执政者的合理性、合法性验证。不开玩笑，很短的时间，这一套文字体系，就是我和团队成为这块土地合理性、合法性执政党的所有相关的资料，就一套资料准备好，然后这套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进行传播，传播谁也挡不住。现在的技术条件，文本的3个月就能对中共形成致命的打击，这没办法，就别说民众了，就连中共的内部人员，很多人都肯定要追寻这种能够对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来执政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叙事的要求。现在是什么？现在所有的反共的这帮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家习惯的是列举中共的劣迹，也就是阐释其执政不具备合理性、合法性的各种景象案例。但是缺点是没有人提出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和相关执政体系，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一旦这样的东西出来，中共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大家不要觉得现在中共拥有大量的小粉红，这些人无脑跟随中共，那时候的老百姓文化水平更差更低比如说清朝入关的时候，民族自己满族人，但是带着的汉族人，那时候底下的文化素质更低。可是只要能够具备更好的康熙王朝，你们看过执政叙事合理性、合法性的相关东西，并且广为流传，社会大众马上就翻过来了你们大家见过的现在海外这些反共的势力当年的郭文贵后来郝海东法轮功等等，都一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缺乏政治经验或政治能力等等都没有做出成体系的在这块土地执政的叙事合法性、合理性，都在讲中共有多么不合法。但是如何能建立一个合法的体系，谁带领建立？没有不开玩笑的说台湾现在民进党的基础就很好如果愿意，当然人家不会愿意，但是如果愿意，
我都可以3个月时间帮他培养一个团队，这个团队能清晰的阐述其现有对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新国家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全套体系理论，怎么建立，里面各种方面怎么安排，人民怎么有好处啊！而且毕竟民进党是有在台湾执政条件的，台湾使用的还是中国的文字，不是简体字，不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而是华夏文字，也没有对华夏文明进行大肆破坏。所以民进党这套体系拿到中国广为流传，中国国内都有大量的民众在盼着民进党去中国大陆执政，因为大家相信这个党在大陆执政就看他这套体系，他的合理性、合法性、叙事都比共产党强不知道多少倍，贪腐都能得到完全的治理，都会愿意民进党去大陆执政。而且可能由于大陆的资源丰富，加上民进党跟全世界的关系都可以搞得很好，所以甚至可以保证民众马上生活水准就能上几层楼。这时候你发现什么他妈小粉红小粉，按照历史规律，什么军队啊、公检法屁用都没有，只要是人组成的机构，中共党内的人都希望到新的体系里，因为新的体系是具备更高层面合理合法性叙事执政的组织，都愿意过去。大家明白了吗？什么叫做致命一击啊？现在大家都在打击中共，但是因为没有意识的去做这种执政叙事合理性合法性的组织，所以中共现在还勉强能保命，就没有核心的竞争对手但是中共这个党自身的缺陷太他妈多了，逻辑上你的连对手明面都没有你怎么也能维持一些年，但是太差了，缺陷太多，现在自己没人管都活不了几年。不过不立不破，先立后破，所以如果有了新的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中共倒台也是很快的。那没有这样的出来呢，中共的自然倒台，国家的全面混乱时间会很长，好吧？为什么我说2026年下半年？是因为已经有政党再这么干了合作，希望这么干我能干的事就是帮助其做其执政可能的合理性合法性你们在座的谁要组织这么一个政党，需要干这个体系，我可以帮你们做，而且我可以辅导告知你们怎么做，最起码你们写的这一套大的东西，很大的东西，谁看起来都知道，按这个东西建立一个国家整个大的宏观体系，一定能让人民群众幸福，因为每一个部分都比中共现在这个组织不知道优秀多少。土地真的是大家的，权力真的是大家的，资源真的是大家的，连中国共产党挪到全世界贪腐的那些资金资产都能被执行回来给大家。所以这种方案出来传播，中共根本就制止不了，也没办法去制止让这个国家现有的人去喜欢它这就是老祖宗说什么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当这个国家内部的人员都明白中共继续执政这个国家的后果是什么绝代双骄，灭绝师太无房贷无车贷无后贷等等，有个对手有更好的方案提出来，那就一定是关键一击。现在明白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得天下等等，都是这个意思。华夏这片土地上这是真的，而这个里面结果就是其作为统治者叙事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可，这是执政者能长期稳定执政的关键。那你具备的这些群体，相信你具备叙事合法性，可以是原有的广大民众，也可以是你带的宗教的信徒，也可以是原本的民族势力等等，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遇见过。而不具备的时候呢，甭管你叫军阀割据的大军阀，或者你叫个民族英雄，或者你叫八国联军等等，你只要创造不了政治叙事的合理性合法性，那么你只能在国家有短期利益，形不成长期统治，好吧？而中共现在这个对手太弱了，完全不具备对民众不具备其执政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条件。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当执政党大家想想，他们还有共产主义吗？那骗人的，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吗？都他妈自己贪腐了
对啊，还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吗？就他们有好日子，老百姓越来越惨，什么都没有。还有他妈解放世界民族叙事解放台湾吗？叙事个屁！台湾越来越独立，连皇权天授带不了，没有天子了，宗教领袖也不是。所以中共现在就只有死，就是因为没有对手，只有死。天命所归，几千年都是这个，谁也逃不过去，好吧？啊，我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也没这个心。但是有一点，你要决定有政党，你要能行，你记住条件，给我写邮件，咱们聊，我帮你做啊，不要钱，我帮你免费做新的国家执政叙事的方案全套策划，好吧？啊，你有这心，政治这东西太累了，我干不了，谁干我能全力以赴的帮。这个东西拿完了就不一样了，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如果明白了就 OK 了，如果都明白就 OK。当时不是抗日，是蒋介石就没干这个事儿，咱也不知道老蒋是为啥，他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体系在叙事端把自己的政权给予一个合理性、合法性的一个抬起来的东西。他妈毛泽东这个傻逼，天天说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就这个玩意儿，他妈的几千年就是东西了。我为什么说叫宗教？老蒋就没干这事儿啊，没干这事儿，那你脱离了规律不行啊，你脱离了历史规律，你肯定达不到相关的结果呀。